嗨，大家好，我是蓝香水族。在大家的右手边呢，就是一堆的这保利龙箱，还有那边大家看一下阿全包货的英姿啊，有看到？然后脚一个抬起来，不知道为什么，那还好快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准备我们有国外的客户跟我们订购我们自己繁殖的这个人工珊瑚。哦，那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出货的包装，还有一些整个流程大概是怎么样，那带大家来看一下吧。好，那因为我们自己呢本身是有繁殖非常多的硬骨珊瑚，还有软体珊瑚的。那这些珊瑚呢，国外如果有一些需求啊，那我们就可以就是出口给他们。好，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人工珊瑚呢，大部分这边是以硬骨为主。那我们这一次出口的珊瑚也都绝大部分是 SPS。那这些 SPS 都是一些有名字的硬骨。有名字的硬骨呢，就代表说是像是一些比如说大家可以常听到的一些什么红酒啦、蜜糖啊，或者是什么金刚狼啊、WWC 的 Contraband 啊，类似这种类型的这种硬骨。那这些硬骨呢，在美国可能是很盛行，但在亚洲地区国家或者是其他国家，或许是非常的少。那他们如果要从美国呢直接去购买，美国那边成本呢就相对的太高了。那所以，我们自己有繁殖的一些珊瑚，那我们有一些比较熟识的一些国外的客人，那他就可以从我们这边去选购他的硬骨珊瑚。好，那我们出货前呢，我们就手上会有一个清单，就是我们这个客户订购的一些硬骨的清单，我们就会事先先挑选好这些硬骨，然后放在我们的一个区域里面，让它安置好。确认说它是稳定的，没问题了，我们会稳定的大概1周左右，然后我们才会帮客户包装出货。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硬骨呢，我们通常就是会用这样，会用一个，可以看到吗？我们会用一个泡棉，然后让它浮起来，那它就可以在袋子里面呢，它就会浮在上面，然后它就不会说在袋子里面互相撞击。那这个是国际运输上面比较会需要的。当然说我们在国内呢，其实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其实很多硬骨，因为其实运送时间就大概12到24小时，其实还蛮短的，所以是比较不需要这样的包装，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国际运输上，我们就会特别加强一下这包装的部分。那我们就是一个生产流程啊，一个生产线。我这边选好种类，记录好阿全包，然后到阿杰记录名字，放到袋子里面，然后到最后我们就会再去移动一下这些珊瑚位置。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寄一颗比较大颗的硬骨，那这边水就会用比较多，那就确保说这个客户收到的时候的硬骨状态是好的。因为这种毕竟人工珊瑚它花蛮多时间去长的，我们也不希望说有任何运送造成的风险。那我们就宁愿请客户多花一点运费，买重一点的海水去，然后也不要说这生物死掉。所以像这个，我们就直接放进去，有没有？那水就会比较多。然后我们在包装的时候呢，就可以尽量减少损失啊，因为这种硬骨它有时候在运输的时候会有一些黏液产生。好，那我们就会再加点活性炭。如果说有一些比如说未知的状况，假设它产生很多黏液啊，或是让这个珊瑚让这个水浊掉的话，那个活性炭可以帮忙吸收一点我们不要的物质掉。那这个水呢，我们还是会再装多一点点。虽然说真的是运费很贵啊，但是安全为重。像刚刚大家看到这么大颗的，是我们少数会出的，因为硬骨毕竟长的速度不是这么快。所以说我们大部分都还是以出小段枝为主。那这小段枝呢，通常就是会一些有名字的或者是品种比较好的珊瑚。那这样其实这样人家才会愿意购买，不然其实直接从印尼那边进口其实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先把第一个缸子的里面的生物给包完。包完以后呢，我们等一下会去后面的缸子把第二缸的生物也给包完。我们放在不同的鱼缸里面，然后每一种硬骨它比较适合的光强度会有点不同，然后它适合的这个水质的适应力也有不同，所以我们尽量把它维持在最好的状态下面出货，这样子比较不会说我在运送上面，或者是我在绽放上面又造成一些小问题。好，那我们就继续包装。好，接下来有一颗就是这个很漂亮哦，你过来近拍一下。这一颗呢就是 WWC 的 Contraband， 那这一颗呢我们繁殖了也是好一段时间，然后才有一颗这么漂亮的个体。好，我们都会把它塞到我们专用的这个泡泡的球里面，然后呢再把它丢到袋子里，变成这样，这样就可以确认它的安全了。那这个水量呢也都弄得很多，因为这个小段子我们配了这么多的水，理论上是非常够的。Tangerine，单鱼前面的 ，OK 好，好，人家 Reaper 是Tangerine 右边的 ，OK 看到了。好，确认完了，就是所有的硬骨要出货的数量都有了，那我们就来包货。那包完货以后，我们再一一核对。我觉得因为这个硬骨的种类跟数量很多啦，所以有时候会乱七八糟。因为每颗如果说已经包完了，看起来都一模一样，所以这个一定要确认清楚。好，那因为长时间的要看这个水面啊，所以一定要戴这个眼镜，不然不知道我如果长时间看蓝光，如果是直射的眼睛的话，有些人会眼睛不舒服，我会头痛，就是会真的头很痛的感觉，所以我一定要戴着眼镜去保护自己这样。
不然这个眼睛真的受不了。有时候水也不是越多越好哦，大家会讲说哦水越多越好，但是你要想水越多代表运费越贵，因为航空公司呢是以重量去计价的哦，就超过某个重量。可能假设100公斤以内好了，都是算100公斤的钱，但是超过100公斤呢，就是每公斤会多多少钱，这是固定的。所以说我们也不是说越重越好，我们还是一定要，就是让客户的 CP 值高一点。然后你总不希望说你收到的99%是水，只有1颗是珊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这个重量，然后在这个寄送安全性上面来找一个平衡点。那这就是经验。袋子一定要擦干才能写字啊，不然这个写不上去了。其实我所说的这些名称啊，都是俗名啊，就是大家会帮这些硬骨取点名称，然后让他们就是比较好辨识。所以基本上像你可以听到很多一些有名字的硬骨，什么的什么骨啊，类似这些硬骨，他们基本上都是人取名字，因为这些硬骨的种类啊、数量啊，还有它的颜色实在变化太多了。你如果不取个名字给它，会让大家不知道怎么辨认这些珊瑚。比如说我讲一个，比如说我说愤怒鸟，你就知道愤怒鸟就是指这一颗珊瑚。但如果你今天是说，有一颗是蓝色的底啊，黄色的杯口，然后毛是红色的一颗铁 news， 你就很难讲出它是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说硬骨是为了命名而命名，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并不是说真的为了要就是提高它价值来赋予它名称，而是为了要让玩家可以更熟悉的，也可以让玩家更知道说我们在表达是哪一颗珊瑚。说实在的啦，我们去美国去看了这么久了。我们都常问他们说，这个名字到底是怎么取的呢？很多人都说他养了一颗很厉害的珊瑚，然后呢，为了要区别它，他就随便给它取名。所以很多名字其实都是随便取。所以大家也不要说真的，就是这些名字是来源啊是怎样，很多都是当地的水族馆自己取名称而已。好，接下来呢，大家有看到我们已经包装好了，就是一袋啊，就是这样子，这样，然后它漂浮在上面，这样子一个基本的包装。那包装完了以后呢，我们下一步就是进入我们称重的环节，因为一个箱子啊，它的最大重量是不能超过某一个规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规定内。然后我们再来就是我们会帮客户把这个所有的像这个同一个品种的，我们分成一袋，然后记录上几公斤，到时候我们就是一袋一袋称，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分配我们这个包装的重量。那最后包装完呢，我们就再放上冰块，然后让这里面是凉的。因为现在是夏天比较热，所以我们要放比较多冰。好，那大概就这样，所以这样子包成这样还不是最后哦，也不是说把它放到袋子里面就结束喽。你看我们还有个内袋，然后我们还要一个就是再把它包成这样子很多层的包装，这样子才可以确保说这个在运送的过程中是比较没有问题的。看包破了 ，no， 重包，这个因为硬骨它比较硬啊，它有时候角度不对。有没有卡到它会流出来？重包。好，请点数量：5、10、15、20。等一下哦，20、25、26、27，再数一次。26、27、28颗。一定要确认再确认，这个很重要，不然到海关那边被退了就哭了。那就像这样，刚刚我们把这每一包的这个重量算出来，然后统计完箱数，你一定要确认好每一颗是多重，因为这个是需要 CITES 的文件才能出口的，所以它一定要数量一定要非常正确。海关是会查验这些东西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数量清点好。好，那这一次出货呢，我们是跟着这个小丑鱼一起出货的。那我们这个台湾繁殖小丑鱼，其实在世界上也是算相当知名的。那我们这一次的货呢，就会由我们的珊瑚跟我们的鱼一起混合的出货。那这个鱼呢，我们自己店里面也有卖，可以过来看看，我是觉得蛮不错的。好，平常的时候呢，就像我们之前几次出货，我们会用我们的打钉机，那个打钉机去包货。但是因为这次呢，因为大家都出去维护鱼缸了，或是要照顾店内的客人，所以今天只有我跟阿全2个人在包，所以用打钉机就会变得说，离这个我们放的位置比较远啊，会比较不方便，所以我们干脆就直接用橡皮筋绑，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因为我们不像是美国啊，大家应该也看到我们美国那几部影片，他们都有一个很长的工作台，然后他们就可以从很多人这样子，然后就从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像工作站这样包好以后，就给第一个人，然后打钉，然后第2个人贴标，第3个人怎样这样做。那因为我们小店没办法，我们就是这样子，稍微看起来土炮一点点，但是品质有顾到，功能上一样，我是觉得就 OK 了啦。你看这样2个人穿着围裙有没有？然后在那边一个一个弄，好像家庭代工，对不对？这个倒着放哦，因为这种比较厚的大袋子，我们没有办法定制这个圆角带，那所以它会有这个尖角。
那这尖角有时候压到硬骨或者是什么珊瑚在这卡到，那就比较会有问题。那如果我们这样子包的时候，它下面都会是圆圆的，而且这样有2层的保护，这样比较不怕说万一运送的时候撞到破掉，那有第2层保护比较不会露出来。还记得这个粉红色的袋子吗？这个水母吃乳酪送的袋子，超级好用，给大家看一下。哦，如果不知道这袋子，可以去看我们上一集水母吃乳酪那一集，测光那个，有没有？我们里面放的这就是我们要寄送的这个冰块。那我们都把它弄到保特瓶里面，它比较不会破掉，然后也可以比较大容量，所以我们到时候每一箱里面塞个1-2只，塞个1-2只，然后放个保冰的包材，基本上就可以安全的运输到对方那边，它就可以保持着凉凉的这种温度，因为毕竟现在是夏天，所以冰块的部分可能要稍微放的多一点点。好，那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冰包呢，整个就把它包在这个泡泡纸里面，然后它的这个保冰度可以再维持久一点，因为我们是希望是长效的这种保冰，所以我们连保冰的这个本身就再做个绝缘，然后再放在这个保丽龙箱里面。那理论上呢，这样子的温度的维持就可以更长久、更持久一点。那放进去之前呢，我们会放一个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个泡棉的绝缘材料，让这个冰不要直接跟我们珊瑚接触到，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让这里面不要太热，而不是要降温它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绝缘的部分。都卷一圈了吗？好，那这一次呢，我们出去一共是有11箱，那我们每一箱都会做这个标记，然后写上我们的 Made in Taiwan 这几个字样。有点要用印的，但是有点太忙了，没有印到。那我们现在就一箱箱搬到车上，然后之后我们就运到这个我们的空运的机场，然后就我们一起出去啦。OK， 赶快来搬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OK， 哇，塞呀，好满啊！没塞过这么满的。好，那今天呢，我们包了180颗的 Apple Bar 出去，超多。然后2个人包，1个人平均要包190颗，然后袋子啊要绑2层，所以300多次。我之前在绑出口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绑，然后那时候绑，因为都要绑很紧，对，那时候绑到我橡皮筋会陷到我的肉里面，因为你要吹得很紧，怕它漏水，所以一吹，橡皮筋一直勒我的手，然后勒到后面这个缝就会橡皮筋会破皮，它就进去这样。对，那很痛。好，那货出去了呢，这些硬骨出去，这些硬骨其实都像我们自己养出来的小孩，有点像我们农夫的感觉吗？就是觉得算收成了。对对，就我们收成了一批这个珊瑚出去，然后这珊瑚长在我们的店里面繁殖，慢慢长大，我们认真照顾它们，然后长大了，然后我们把它卖到国外去，可以分享给更多国际的这个鱼友，啊，让这些其他国家的客人，也可以拿到他们国内没有的品种，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可以丰富化整个珊瑚圈。对，就像是台湾的这些品种啊，很多也是从印尼啊，或者从哪里啊，然后这边进口进来，然后进口进来以后，我们慢慢繁殖。当初像我们那些有名字的珊瑚，刚出来的时候都是这样一点点，然后那时候买都3-5万，极贵，超级贵。然后我们花了超级多时间，可能2年3年，好不容易让它长成一株大的母体，然后我们才能够分株，然后让再重新贩售这样。其实养珊瑚我们其实要非常认真照顾它以外，还有这些品种啊，我们的维持也是很重要的。它就死了就没了。对啊，死了就没了，没错。所以这真的是好好的注意这些珊瑚。所以像我们这种有在繁殖的这种，像我们南洋水族是有在繁殖的店啊，我们的珊瑚的品种都是可以维持的很久，代表说其实我们的系统啊，还有我们的养法一直以来都是算蛮稳定的，不然其实很难繁殖珊瑚。你养一养就爆了，养就爆了，你一直翻缸，你的珊瑚一下就死掉，根本不可能做繁殖。也是因为我们每周都有监测水质，对啊，水质的状况。对，因为像我们这种比较就是进进出出的这种水族馆这种模式啊，比较不像一般人的缸就是很稳定嘛，就像我们展示缸，基本上进进出出的珊瑚不会太多，所以说我们每个礼拜监测水质是非常必要的。那像这一次我们珊瑚都出去了，所以这个礼拜的这几天的 KH 的变化，还有这几天钙的消耗量，一定会有降低的一个趋势啊，一定会降蛮多的。因为大家也看到出去蛮多大颗的这种母体，像这种大颗母体，不要看它就是这么小颗哦，它每天能消耗的 KH 跟钙的数量其实蛮惊人。所以都需要在监测这些水质，然后去调整一下。这样就是我们这个包货出货的一些记录啊，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珊瑚的繁殖，然后珊瑚的出口，然后珊瑚的包装上面的一些细节是什么。以上喜欢我们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也非常欢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或者是超级感谢支持我们一下哦。